观音是一个慈悲的化身，但是血又是一个残暴或者是可怕的事情的象征。政治人物也常常用以爱之名做很多可怕的事情。那其实我这电影里面的表象就是在讲这些政治人物用爱，然后其实他们私底下做了很多肮脏的事，所以用这个他们冒用了神的爱来欺骗世人，所以叫做血观音。观音就是一段离奇曲折的故事啊！这部电影讲述唐氏母女三人在古董商表面的掩盖下，暗地里却游走于政府高官和地方富商之间，充当白手套的角色。今天1块钱去买，明天100块卖出去，这么迷人的游戏，谁不喜欢？整部电影中女性居多，为了权势、金钱，都笑里藏刀，宛如后宫《甄嬛传》一般攻于心计。最终留下的会是什么呢？与导演杨雅喆的前2部作品《女朋友》《男朋友》和《囧男孩》相比，《血观音》脱离了青春片的范畴，故事也更加复杂。对于他来说，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？血观音这个剧本算是我第一次做比较我陌生的人的世界，因为我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小孩，那我不知道上流社会的生活是什么，所以比较难带入自己的生活经验。因为我前2部电影，第一部是儿童片，第2部是3个比较大概20-30岁的年轻演员，那这次是从小的到比较资深的都有，所以是一个比较全方位的挑战吧。主演惠英红凭借此片获得了第54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大奖。不同于以往的角色，小红姐也坦言，能够诠释唐夫人是自己演技上的一个突破。我希望能够在我所有演出不会有重叠的那种演绎方法出现，所以一直在找，其实有压力的。不过，这种压力对我来说我享受，因为你紧张一个好的电影才是会发挥很好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很简单啊，随便呢，其实出来可能水准是不太好。那如果常常是这样子，可能我的水准就会掉下来。所以也感谢导演这次能够挑到我。3个女人1台戏，唐府的3个女人在戏中相爱相杀，戏外的她们关系又如何呢？我觉得我们3个人就是相处的蛮好的，没有1台戏，我们都非常好，没有像戏中看起来那么可怕。作为第54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的《血观音》，因拍出国语片少见的题材而获得了广泛的赞扬。导演杨雅喆也谈了他对下一部作品的期望。我希望我下一部电影可以稍微轻松一点，因为这3个角色对我来讲太辛苦了。我是一个男生，然后要去写纯女性的故事，不止他们3个，戏里面全部都是女生，对我来讲压力很大，因为我真的不了解女生。观音。